跟着男友去见父母，却遭遇了公交劫匪。那男人盯着光鲜亮丽的女孩，许久才挪开视线。本以为劫了钱就完事，可那贼手却走了上来。女孩就是看了他一眼，他便死死地盯着女孩。得到了。女孩没有回答，整个人都开始颤抖。男友一句对不起打断了贼手，然后便是软弱的求饶。你到前面去找个位置坐下。男友想了一下，然后猛然抬头，或许是想到了一种可能，他便愤恨地低下了头。我让你到前面找个位置坐下，你听明白了吗？男友脸上的表情丰富，几乎要哭出声来。女孩回答了贼手的问题，说自己才24岁。你看，我们这不是也能聊天吗？这次贼手亮出了刀子，再次威胁起了男友。他看了一眼自己的女人，眼神中满是不舍，然后又看了一眼贼手，祈祷着不是那种可能，随后便起身，回头又看了一眼爱人。女孩满目震惊，一时间就慌了神。她不知道自己为什么会被丢在这里，只看到那个背影离自己越来越远。贼手坐到了女孩身边，还小心翼翼地收起了刀子。女孩还未从震惊里走出，眼睛始终都看着前方，而贼手已经开始打量起了女孩的身材。他被贼手拽倒，然后按在了座椅上。女孩不断的怒斥，想要从中挣脱，可那大手挽着钳子一般，她根本就无法逃离。而男友则满眼愤怒，乖乖的坐在了那里。不要这样好不好？啊！放开！你别这样！贼手一边喊着别这样，一边在女孩的身上摸索。见女孩不肯屈服，他也加大了手上的力度。可再看男友的脖子上已经没了刀，他却还是乖乖的坐在那里，听着后面传来的声响，整个人都微微颤抖。一个大叔站起身，呵斥匪首毫无人性。见到有人坏了自己的好事，那贼手则是满目的凶狠。你说什么？我没听清楚。而女孩则是一脸对自由的渴望，她稍微挥挥手，小丽就将大叔拽了出来。大叔劝她就此放手，好好的过个中秋节。她言语祈求，希望贼手能放过那个女孩，可他却猛然一脚将大叔踹翻在地。有人回头查看，却见两人在踢踹大叔，每一次重击都会换来一声惨叫，可车上的人就只是看着，没有一人上来帮忙。女孩用尽了全身力气，也没能拦下那彪悍的贼手。哪知道他借势，直接将女孩按在了公交后座。所有人都在听着后排传来的阿扎之声。母亲捂住了孩子的耳朵，老师也看向窗外，妇女们低头不语，农民则目不斜视。只有那个站出来的大叔抬头看了一眼，可有个贼人就站在自己身上，他实在是帮不上忙。折磨持续了几分钟，可对所有人来说都极为漫长。贼手春风得意，但小弟则看了过来，在想着要不要趁热，可羞耻心还是打败了欲望。女孩艰难起身，自顾自地整理衣服。贼手大声呵斥，希望不要有人找麻烦。他说过了山就下车，女孩却好像变了个人。所有人都转头观瞧，想看看那个脏了的女人。女孩与那一道道目光对视，眼中的猩红也无人诉说。男友站起了身，然后踌躇了许久，他坐到了女孩身边，可女孩却连眼也没抬。他不知道自己怎么会看上这样的男人，甚至他都不算个男人。那大叔还趴在过道上，女孩也微微停下，可是想了一下，他又直接迈了过去，没有搀扶，没有询问，朝着那两个贼人缓缓走去。然后在所有人不解的目光之中，他坐在贼手的大腿上，似乎是玩得开心，似乎是十分尽兴。他远远的和那个废物对视，仿佛在炫耀什么，而男友在目光呆滞，宛若丢了魂一样。大叔整个人都懵了，不知道为什么会这样。自己拼命救出了姑娘，竟然和匪首同流合污，身上的伤也变得更痛。你看够了吗？你在看什么呢？我问你看够了没有？女孩的质问犀利，问那大叔呆在了当场。这朗朗乾坤，昭昭烈日，怎么人心不古到了这种地步？帮一个忙。把这个人跟我赶下车去。原来坏的后面不一定是好的，因为还会有更坏。他明明竭尽全力的帮助了眼前的姑娘，可却遭到了恩将仇报，一句再也不想见到自己，更是断绝以后做好人的念想。算我求你了。在女孩的请求之下，那贼手也变得气势汹汹，自己人格魅力爆棚，已经征服了女孩，嘲讽了大叔两句别多管闲事，然后就拽住了他的领子。停车！他走下车时，不免路过女孩，可他用愤怒的眼神看去，却不见女孩的眼里有任何厌恶，就好像他刚才说的话根本就没发生过。一把推搡，大叔就被推下了车。他鼻青脸肿地看着公车关门，然后看着他渐渐远去。
公车还在前行，目的地也没剩多远。女孩掰开自己手的大腿，肆无忌惮地坐了上去，就好像她天生就属于这里。可想想接下来要做的事，她的眼里止不住的多了一些东西，一切的一切都将在此刻幻灭。这大山会埋葬一切。每天一部好电影，期待与你的下一次相遇。